Hello，大家好，今天是7月31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了。盘后受财报刺激 ，Meta 和微软大涨，微软可能也将加入4万亿俱乐部，一众 AI 相关个股纷纷被带动上涨。AMD 一度冲击187，这个价位如果真的能够到达，阿哲认为是一个不错的波段卖出价格。Circle 日线止跌，出现了下跌以来首次的日线买点。Coin 也即将公布财报，近期的调整会是买入机会吗？我们看到今天的行情图版。首先，我们来到本期视频的行情目录。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209期的视频。阿哲依旧通过以下的3个部分讲解本期视频的美股盘前观点。在第一部分，还是会照常我们讲一下纳指的市场观察。阿哲今天会讲到新的 K 线的一个表现，叫做负阴线。同时，我们在第二部分还是会讲到纳指的浪形如何去进行判断目前的空间压力。而在短线上，我们也会告诉大家，今天日内的短线撑压应该关注哪些点位。在了解了对于市场的观察之后，我们来到个股解析。阿哲会讲到特斯拉、英伟达、AMD、Circle、皮尔、TIA、Coin、APP、博通、阿斯麦、苹果、SMCI、台积电等以上个股的短线和波段解析，同时也会给到这些个股在今天之内要关注的支撑和压力位。希望以上内容能够对您有所帮助。如果您是一位新同学，那么阿哲在开始今天的正式内容之前，也需要为大家去做一个温馨提醒，因为所涉及到的内容会比较多，标的相对偏多，所以一般阿哲的视频时长会偏长。如果您不太适应观看长视频，亦或者是您时间比较有限，阿哲的建议是点击下方评论区这个播放按钮旁边的3角，在点开之后，您会看到今天所有内容所对应的时间轴都是阿哲一一去整理的，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那么现在我们来到今天第一部分，有关于 K 线的分析。阿哲今天要讲一个 K 线组，叫做负线。曾经呢，我们用一个防守阴线的买点，多次在这一波上涨当中，是不是买进了3次？而这3次的途中买点，都可以让你在这种单边上涨行情当中，去把握到再次的上车买入机会。而这3次的买点，基本买入之后呢，都有持续的一个上涨的空间。那么今天我们学一下另外一个叫做负线。如果是老同学，应该不止一次学过；而如果是新同学，可能还比较陌生。负线呢，是在阿哲的9阴当中的第一种阴线。这种阴线呢，一般需要由3到4根 K 线来确定它的一个买卖。我们先看一下基本的条件。第一个条件是它需要有2根 K 线构成，第一根 K 线是阳线，而第二根 K 线是阴线，阳在前而阴在后。第二个条件是阴线 K 线它的高点，它的最高价要比阳线的最高价是高的，盘中有一个冲高。第3个条件是阴 K 线的收盘价要比阳 K 线的最低价是要低的，它形成了一种外包仿包的状态。当然有时候呢，出现阴线收盘覆盖阳线实体一半也是可以的。这种组合阿哲叫做负阴线，而在传统的 K 线组合当中，它也可以称为乌云盖顶。它是一种空方的信号，它有可能是上涨途中的出货，也有可能跟防守阴线一样是砸盘的信号。如果是出货，就要小心要卖出；而如果是砸盘，则我们需要在后续再次跟进，再去找到买入点。所以当遇到这种 K 线的时候，我们有一些操盘的策略。第一个就是，如果你已经上涨买入股票，而后有赚钱了，你在遇到这种负线的时候，可以先去提前卖出，亦或者是减仓落袋为安，这是第一种遇到它的操作策略，因为它本身代表空方很强势。而第二点就是负阴线后的 X 为观察 K 线，它的最高价格判断是否为砸盘。什么叫 X？ 就是负阴线的第2天，这一根 K 线的高点如果产生压力，说明前面的负阴线确实是一个出货，一个砸盘，往往股价后市是看跌的。反之，如果收盘价能够突破 X 的高点，那么这里就说明它确实是一个砸盘，那么这里的突破则将构成买点，当然这个买点最好是一根阳线，而不是阴线假阴线。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纳指的日线图表，在日线图表上，我们会看到它的 K 线底下有一些负线的标记啊，当出现负线的一个图标时，就说明这根 K 线它就构成了负线的条件。那么是不是这一天的高点比昨天的阳线的高点高，而后它的收盘是覆盖了阳线的一半，所以它是一个负线。那么这种负线产生之后，它第2天如果是反包，那一般这种负线就是砸盘的概率会更大一些。而我们看一下比较标准的，比如说这一天啊，它也是冲高回落是一个负线。好，负线后的第2天，这一根它的长上影线的位置就是一个进场点，股价要么就不突破，如果不突破有压力，那么这里就是一个我们所说的出货了。而它这里是突破，
而且突破之后没有跌回，那么这里就构成了买点，而后续看涨。包括这里它也是一个副线，而这一根副线后它的 X 在这一根关头阴线上，所以高点被突破，这里是不是也是一个进场点？包括这里也为副线，第二天的高点突破是不是也为进场点？像后续的这一天也是副线，这一天也是副线。那副线后的 X 的高点分别在这两个位置。当一根阳线跳空高开突破时，这个位置它也是副线的买点。像后续的这一波当边的上涨当中，这一个位置它是首次出现的副线，也就是在周一的时候。那么借此我们在 K 线短线上的观察点就是它为 XK 线，而后它的高点将会产生压力。如果它这里是出货，那么往往这里是无法有效突破它的，甚至呢会冲高回落。而假如它产生的是一根阳线收盘突破它的高点，那么这里将会构成副线后的 X 的买点，说明这个位置的下跌它只是砸盘，它还有进一步的上涨空间。这是跟防守阴一样，我们在上涨图中看到要去关注的一种组合。以上呢是关于副线的一个解析。那么看到这一种 K 线组合，一般你需要先减仓，需要先去获利兑现，而后如果产生 X 副线后的买点，则作为再次的加仓买点。现在我们在看到有关于纳指的浪形分析。对于纳指的浪形，我们一直认为是在五浪的推进当中。那么至于五浪的高点会在哪里出现呢？我们很难去提前预知，但是有一些空间价位你需要去明白，要去确认。我们在这一波上涨的时候，其实就有说过，浪一和浪五它存在某一些关系，大多呢呈现的是斐波那契比例的关系。所以我们根据 0.382、0.5、0.618去划分了几个价格。那么在近期，它对于 0.382 已经是产生了一个调整而后的突破。那么突破之后呢，则看下一个距离，也就是 0.5。那么 0.5 的位置也是略微的调整，就能够收复继续的上涨。所以在最近的视频当中，我们一直说它的一个目标位是谁呢？就是 21,289.8。那么这个价位是 0.618 的关键空间压力。那么在微软和 Meta 的一个财报发布之后，很多科技个股也纷纷大涨。那么在这种大涨当中，能不能借此有一根阳线强势突破 0.618 呢？如果可以，那么我们要看到下一个价格，本来应该是看到1倍的，但是 0.618 到1倍呢，它有近1000点的空间，所以这个位置直接看，那么意义可能不大。我们中间再加一个价位，就是 0.764。而这个价位呢是 21,751.7， 它和 0.618 之间的距离其实整体也有500点，所以这个空间相对合理。如果能够借助财报导致的这种上涨，能够让指数纳指突破关键价位压力，产生强势阳线，那么下一个目标就将看到 0.764 的空间。而反之，如果今天在这种强势的财报发布之后，还无法有效收阳账上，而是再次冲高回落，亦或者是收出一些不好的 K 线，那么这里就要小心了，这个压力就依旧还是有效，我们的上涨空间就依旧还会打开，你还是得要收出弱势 K 线，我们依旧要减仓为主。照截至我们周四开盘之前，目前的 0.618 的空间在日线收盘上是没有突破的。而如果在这个空间不被突破的前提下出现了负线，而 X 如果也不被突破，那么昨天的盘前解析、盘前广播当中，阿哲也讲到，只要不出现负线的买点，那么我们就看回调的开始。而如果未成功突破 0.618 而产生回调，那么底下的支撑将要看到 0.5 的一浪的支撑，也就是 20,916.6 曾经有效突破的一个压力，将会在后续转为一个支撑。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的 K 线分析和浪形的分析，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和启发。如果您是老同学，甚至呢是财生同学，那么阿哲希望在观看视频的时候，能够顺便为阿哲视频点上一个小红心，点一个赞。而假如您的时间如果相对宽裕，那么阿哲也希望在观看视频的同时，也可以点开视频底下的评论区，留下您的一句宝贵评论，或者是您的宝贵的建议。而如果您是一位新同学，首次观看阿哲视频，那么阿哲也希望在有所收获的前提下，可以点击我们视频底下的订阅按钮，在点击之后，您将会显示已订阅，那么就说明您成为了阿哲讲究频道的粉丝观众。那么您再点开这个全部铃铛，未来阿哲每一期视频在发布的时候，您就都可以在第一时刻收到系统通知，可以不错过阿哲的每一期视频和每一个技术分析的知识点，希望对您能够持续产生帮助。而如果在学习当中您产生任何的疑问需要解答，亦或者是您需要阿哲订阅的福利，比如说盘前解析广播，您都可以点击我们首页的这条链接，可以找到助教进行咨询。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第3小节，关于日内的撑压部分。这个日内撑压是阿哲每天广播前都会去进行更新的。我们目前看到这个图板，在图板的左侧你会看到这条信息，这条信息呢就是我们所说的盘前广播的一个提示了。一般阿哲的盘前广播会分为3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指数方面的技术分析的提醒，而后呢是在短线和波段上对某些个股进行持续的一个跟踪。基本上每天的盘前都会有所更改，有所追踪的一个变化。因为这些个股基本在阿哲稍后的视频当中都会去提及，所以这里呢我们就简单看一下，阿哲就不去重复了。底下还有第3部分，就是我们所讲到的指数和某些个股的点位测算。那比如说昨天的个股，它的高点压力、当天日内和低点支撑就是这2个价格。平时如果你收到这条信息，看到这2个价格应该怎么去使用呢？我们需要看到每天的指数收盘价。当收盘价能够收在这个高点压力之上时，说明多头是强势的，可以看涨。如果收盘在这一个低点支撑之下，那么说明这一个多头弱势，空方强势，只要小心容易有风险出现。而以此作为原理，你可以看到右侧图表当中这些 K 线底下的红灯和绿灯就是以此而来。当天指数的收盘价能够突破预测的那一个高点压力时，就会出现一个绿灯的显示，而反之跌破支撑就是一个红灯。所以红灯和红灯占据主导的行情则作为空方的优势区，绿灯和绿灯占据主导的行情为多头优势。从前期19334以来，基本你会看到是绿灯多而红灯少，所以它是一个上升趋势行情。在短线上它是不断积累优势，所以绿灯多而红灯少。那么截至目前为止，是不是市场还是处于绿灯之后的延续状态？像这一天的复阴线出现了红灯，就说明这一根阳线买进之后，到这一个复阴线的位置可以做减仓的一个手法，或者说获利兑现的一种选择。而后它只要再转为阳线的绿灯，我们再度的看涨。当然这是一种思路，你也可以用绿灯去进行买进和加仓以及增持，等到红灯出现时去进行减仓。而如果红灯出现一刻，后续快速转为绿灯，则再次的买进看涨，红灯则作为减仓，绿灯出现，那么就持续的看涨，持续的加仓，而等到红灯再去进行相对应的减仓，这也是一种操作的逻辑。红绿灯更多的不是为了去买到一个低点，或者说卖到一个高点，我们更多的是关注这个趋势的持续性。而当前是一个红灯，并且是一个红灯，那么你就要发现一下它会不会去延续红灯的出现。如果连续有红灯，持续有红灯，那么开始你之前的仓位就要不断的去减少。那目前呢只有一个红灯就还好，因为红灯只有1个2个，它还是有可能是波段调整的。所以你会发现前期的上涨刚出现一个红灯，是不是立马就止跌了？每一次的调整都是一个红灯而已。所以这里会不会也是一个红灯的调整，而后立马转为上涨？我们就要关注下一个绿灯的产生，而后不要有多个红灯的出现。那么现在我们看到最新的今天的盘中关注的点位，高点的预测压力是21,287.26，低点的支撑是21,073.3。如果今天的收盘价依旧保持在低点之下，亦或者是这一个2线之间，那么就说明还在调整周期，因为还在红灯的范围之内。只有出现阳线的绿灯，我们再比较放心的去看涨。也就是说，今天得要在21,287.26之上收一根阳线，我们在指数上、纳指上才会重新回归比较安全的，或者说比较右侧的看涨的一种信号。以上呢就是关于红绿灯的使用，我们在后续的个股解析当中也会把每一只标的、每一只个股日线今天关注的点位给大家去进行提供，希望对您也是能够有帮助的。那么通过每天红绿灯的一个观察和跟踪，对于趋势的把握，短线上应该会比较有好处。所以如果您希望每天能够收到这个盘前广播和这个点位的一个分析和更新的话，那么阿哲的建议是您要点击底下的订阅按钮，成为订阅粉丝观众，因为这一个信息是专门提供给我们订阅粉丝观众的。而在您订阅之后，您还可以点开一下底下的评论区，评论区当中有一条置顶评论，阿哲把助教老师的联系方式 Telegram 放在了里面，而您只要点击那条链接就可以找到助教，您给他发送一个领取的口令，比如说您发送一个盘前给助教，那么他就会知道您是新订阅的同学，而后您需要体验这一个盘前的广播，他会告知您如何能够去领取。
接下来我们详细来说一下，如果您是订阅粉丝同学，那么正常您应该会领取到2重福利，跟助教老师可以去拿到。第一重就是刚才所讲到的盘前解析、点位预测，这呢是在一个电报群组当中，阿哲呢会每天去更新。而后在电报粉丝专享的群组当中，阿哲除了分享这个文字版的盘前解析，那么在这个频道组当中，阿哲和阿哲团队老师也会进行一个更加进阶知识点的直播和更加及时的行情解析，会以直播、会以视频的方式为大家去提供。那么以上2重福利呢，就是您订阅阿哲之后所可以去领取得到的。而我们每周在内部课程当中的直播都是不一样的主题。那么大家现在看一下我们在本月的课表，在7月29号开始，7月底到8月的初，我们会有2周的课程。这2周课程我们叫做由小白到高手的成长之路进阶之途，也是我们在最近所举办的高手训练营。如果您对于技术分析感兴趣，对于美股的交易它的方法方案是感兴趣的，那么您也可以在点击订阅阿哲频道之后在 Telegram 的频道组当中去每天参加这些课程。我们的课程时间都是在香港时间上午的10点，而只要您是粉丝订阅同学，您都可以在群组当中去进行一个直接的观看和参与。阿哲比较希望的是，您在点击订阅的那一刻开始，您的技术分析以此开始进步，以此开始学习。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第2部分。那么第一部分对于指数的环境有了一个解析之后，我们知道出现什么情况可以继续的看涨，而如果有些压力不能突破，则小心风险，不要随便的加仓做多。那么第2部分我们就在大环境了解的情况下来到个股解析。第一只标的是特斯拉，特斯拉的空间图表在前期下跌过程当中碰到了 1.5 倍，在最近的财报发布之后出现大跌，而后触及到了这个支撑306，后续出现反弹。反弹时呢，碰到了这个107天均线，而最近是不是出现了一个下跌回落？所以当前的特斯拉上方有一个170的均线压力，下方有一个密集的支撑区，所以它在此处容易发生震荡，直到某个方向被突破或者说跌破，那么选择一个再次的波段方向。我们再看到它的资金和动能上，现在我们所看到是特斯拉的日线图表。这一波下跌是不是底下的飘带，我们的彩虹带是紫色的？那紫色彩虹带说明在波段中短期，它其实是慢慢由之前的黄色带空方转为了紫色带多方。在多头走势下，除了刚才所讲到的306附近有一个支撑外，现在的这个飘带也作为中短线的支撑。如果股价在这一波底下的支撑和上方的压力之中震荡的时候，它能出现不往下再跌到306，而是在这个飘带这里就止跌了，再次收阳了，那么去突破170 MA， 它的可能性将会大大增加，它会由一个大震荡转为小震荡，那么能量积蓄之下，后续必然会在短期选择一个方向，就像最近的苹果一样，只是苹果呢，它更多选择向下了。我们来看到这个飘带的支撑，它的下沿是在多少呢？是在 315.529 附近这里呢作为这个飘带的最终的一个支撑。在最近2天呢，出现了影线的变长，所以还是有比较多的多头是在看涨特斯拉的，所以跌呢也没有跌得很厉害。而往往在这种长长的下影线之后，市场有反攻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但是我们更希望能够确认的是，有一根阳线能把昨天的长下影 K 线的高点给吃掉，那么这里的看涨信号就会更加强烈。而当下只是有止跌信号，没有看涨信号，所以特斯拉再次的买点最好有一个强势的阳线产生。我们看到今天的预测值，今天高点的压力是 321.745， 而低点的支撑是 308.911。我们关注好这个2个数字，因为当前呢，它的红绿灯依旧是绿灯，绿灯之后呢，哪怕最近2天调整，它也没有出现红灯，所以整体的空头的力度还没有释放，还没有出现，而多方还保持略微的优势。如果今天能够再次收盘突破 321.745， 那就又是一根绿灯，在飘带支撑附近产生的绿灯，那么作为我们比较希望去出现的一个买点了。以上就是特斯拉的分析，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英伟达。英伟达最近在站稳了 171.09 之后呢，是往上去靠近了 178.54， 而后产生略微的一个受阻压力之后，第2天直接就是反包看涨，所以当前是站回到了 178.54， 而后还是以阳包阴的方式走上去了。
所以这个位置的压力呢，当前是不明显的，除非后续再次跌落，我们要去小心。但至少目前来说还是看涨的。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它的资金和动能的短线表现。其实从红绿灯的跟踪角度来看，没有很多复杂的。从前期回踩到飘带出现红灯，红灯后产生了绿灯，是不是直接由红转绿为买点？特别是在飘带附近。所以从这一个买入之后啊，你会发现基本上都是绿灯。2天的调整虽然是阴线，但是它都不是红灯。所以整体用红绿灯来看，这一波跟踪是比较好去跟踪的。那么红绿灯的效果也就在此了。有时候一些调整、一些下跌，它都不构成红灯，都不构成空方的变强，而第2天立马走为绿灯，就说明上涨是没有问题的。所以现在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它这里除非出现红灯啊，那这种调整才开始引发日线的关注。那么它整体的调整只要还没有超出这种红灯的范围，那么还是 OK 的。底下离飘带还比较近。所以它还是属于一个相对应的顺势而为，顺着波段上行的过程，还没有太多乖离。那么这里出现调的概率就不算很高。我们看到它的红绿灯，今天的低点的支撑是 177.655， 而高点的压力是 181.505， 关注这2个价格。当跌破 177.655 时，我们开始反手，开始小心，否则在此之上的调整，整体还是比较安全的。以上是英伟达的分析，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 AMD。现在你所看到的是 AMD 的一个图表，在上期视频我们画了一些箱体，或者说我们画了一个通道，但从目前的走势来讲，通道无法去束缚它的一个走势，而它目前也不像是走通道，更想要去继续的加速。所以呢，我们当下就属于一种极强趋势下，要找一个获利兑现的点，卖出的点。那你说在这种上涨当中可以去买进，可以去进行加仓吗？这个看个人风格了。阿哲呢是肯定不建议的。但如果你说你就是想要追涨，那么这里呢，在极强走势之下，你有可能进行一个有利可图的一种行为，但阿哲并不太建议。所以阿哲在最近的盘前广播当中都是讲到，前期我们回调低点买进的筹码，现在呢，你应该做的不是再次加仓或再去买进，更多的是找到短线离场点，或者说等待后续再回调时再去加仓买进。不过从今天的盘后，因为受到 Meta 和微软的影响，整体的科技个股又再次的上涨，所以本来这里可能已经要回调，但是受此原因，它继续的上冲。但是如果它真的能够碰到左侧的这个高点，也就是187附近，那么阿哲认为这里如果出现任何右侧的离场信号，一定要相对比较大幅度的去减仓，去获利兑现了。我们对于这种强趋势、强波段的运行，更多的应该是上涨当中找波段高点卖出，而回调当中找波段支撑去进行再次买进。现在我们再看到它的资金和动能上，短线如何去分析。而假如您想要更从右侧的角度去跟踪这个 AMD 的股票，不想错过牛股的每一根 K 线，那么你也可以看到前期的回调到飘带上，为什么当时说这个长下影线的仿包作为买点呢？甚至长下影线这一天就已经说到可以去买进了，就是因为底下的飘带它为支撑，它为紫色飘带，所以多头看涨。包括前面这里也是一样的，紫色飘带为多方看涨，波段看涨。那么在这附近出现的绿灯买点，就都是要去关注的，包括这里也是一个红灯转绿灯的买点，加上长下影线，所以这个地方一路上涨，它一路是一个绿灯，就昨天不是绿灯，但是它也不是红灯。而三阳小顶结构出现后的防守线就是这个低点，昨天也没跌破，所以左侧来讲可以去开始减仓，而右侧来说是还没有出现卖出 K 线的，日线上是没有走弱迹象的。而红绿灯的角度，我们看到今天的低点支撑是 176.655， 高点的压力是 183.255， 而高点的压力呢是 183.225， 关注这2个价格，如果出现跌破 176.655， 那么就会产生红灯 K 线，那个时候呢，对于右侧来讲就相对也是一个明确的风险信号。所以上方空间呢，越靠近187，越小心它的左侧离场 K 线，或者说等一个右侧离场 K 线。而如果不到达187，提前回落，那么要关注一下红灯的产生。当然，如果您是左侧投资者，那么上涨时出现不好的长上影线，或冲高回落、十日线，或者说假阴线等等啊，也可以作为我们左侧的一次获利兑现的一个理由，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这是一个相对左侧还是右侧的一个投资风格的区别而已。以上就是第2部分关于特斯拉、英伟达、AMD 3者的分析。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第3部分，
第三部分的个股会相对多一点，阿哲呢可能就会讲得更快一些。我们更多会给到关键的点位和趋势的分析。那么第一只标的，我们看到 Circle， 目前我们所看到是 Circle 的日线图表，在日线上 Circle 它其实出现了一些短线的超跌信号，也就是这个蓝 K。蓝 K 产生，说明在趋势向好时，它要关注它有可能是一个趋势走势向上时的一个回调低点，或者说超跌的短线交易点的产生位置。像前期这里出现了蓝 K， 蓝 K 出现不是说直接买，而是最好等待蓝 K 的消失和突破去买进。当然，如果蓝 K 产生的过程当中有绿灯出现，对于左侧投资者来讲，可以提前去布局。在最近，我们是不是在5分钟、30分钟，在曾经的189附近的价位去买进了？而后直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去设置止损。那么昨天出现了一个绿灯 K 线，因为它是连续的红灯走势之下，进入到了一个蓝 K， 而后产生绿灯，所以这里昨天作为一个左侧的日线的一个买点。单这种买点在日线上，你的仓位呢还是相对要保守，因为它只是左侧买点。昨天呢没能反包，绿灯也没能消失。同时上方的一个飘带从紫色带转为了黄色带，说明波段上有所转空。但是目前呢，因为飘带比较窄，所以转空呢刚开始转，它的力度、它的整体趋势的延续性还有待考量。所以这里我们要关注这个蓝 K 能不能够今天或者说短期消失，而后能够有收盘价突破最后那么根蓝 K 的高点，那个地方日线可以再次的加仓买进。目前是左侧第一笔，后续蓝 K 消失突破则为第二笔买点。而我们看一下它在日线上的绿灯能不能够持续的去运行。看到今天的预测低点是 186.3 和高点压力呢是 197.534， 关注这两个价格。而我们再从30分钟短线来看，从短线来说呢，它低位是不是产生了一个蓝 K， 而后底下龙头引力是一个聚宝盆，出现了一个反攻，所以这一波反弹呢很正常，因为前期出现了白 K 啊突破，底下呢低洼区，其实整体是不是都有反弹，反弹力度大小的问题而已。像昨天的反弹力度相对是比较大的，而它的飘带目前是不是转为了紫色？从前面高点下跌以来，它的飘带一直是黄色的，中途有转过紫色啊，这2次，但转了之后呢，没能支撑住，没能构成飘带的有效的回调支撑买点，它也没有去发上飘带啊，所以整体前面的趋势呢是没有完全的转势成功。那现在呢，这个位置又转为了一个紫色飘带，那你要看到30分钟它能不能维持得住，以及它能持续发上，那这个时候它才慢慢能够去转变趋势，否则这里再次往下跌，它又转为黄色带，那么趋势来讲就又是不太好的，还没有完全的转变。所以我们更多的关注30分钟继续延续上涨，让紫色带发上变成支撑，而日线级别它的蓝 K 要消失，持续的去走为绿灯或者说无灯状态，以及蓝 K 要突破，那么这呢是慢慢走向多头的一个路径。而如果今天直接再次转为一个红灯，或者说30分钟继续下跌，把飘带再次转为黄色，那是不是整体的风险又再次增加了？我们再看到下一只标的是 PLTR。PLTR 在最近出现回踩飘带，而后是红灯后再转为绿灯，是不是跟刚才的 AMD 是一样的？所以很多时候股票的走势是不同的，但是很多买点是相同的。在趋势上行时找到飘带附近的一个绿灯买点，它不是说每一次你都买了都立马能够涨，蹭涨。但是很多时候你要知道，在飘带附近出现的红灯转绿灯，至少它的位置相对来讲属于波段的低位。现在从这一个绿灯后的上涨涨到现在，它是不是没有红灯？到目前为止，哪怕调整也没红灯，所以它只要保持没有红灯，整体的风险就还不算大。不过这里哪怕短线回落，其实飘带离得比较近，整体波段依旧还是看涨的。飘带上影的支撑呢，在152附近，这个价位它这里将会产生支撑，而我们尽可能连红灯都不要有是最好的。低点支撑 157.585，而高点的压力是 160.405， 关注这两个价格，如果跌破就会产生红灯，红灯的话呢，至少你要开始有所止盈了。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 Coin 呢，在今天盘后也将去公布这个财报，但财报的好与坏呢，阿哲很难去100%告知大家。但是从技术面上，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一波回调是不是也跟Circle一样，在回调支撑上产生了蓝色 K 线，而蓝色 K 线代表超跌，如果趋势没有走坏，这个位置一旦突破蓝 K 消失，那么就作为技术分析的买点。
所以究竟财报如何无法去明确，当技术分析上这里属于超低的点位，而买点出现时，在技术分析上就可以作为买入的一个信号。如果今天的收盘价能够突破我们蓝色 K 线的高点，蓝 K 消失，这里是不是就是一个技术分析面上的一个买点？而从高位下跌以来，其实整体虽然下跌的不少，但是它的红灯 K 线是刚出现不久，而一出现就差不多止跌，这是一个还算好的现象。如果能够有绿灯在今天出现，那么会更好，因为它就属于波段飘带上技术面上相对低位的一个绿灯买点。我们看到预测值低点支撑是 375.095， 高点的压力是 388.965， 关注这两个价格。而在财报发布之际，究竟买还是不买，大家要看自己的风格。如果您更希望能够安全一点，那么这种个股你也可以不碰。那如果您更相信技术面，根据价格的表现来看，这里一旦突破，不管如何，技术面是一个买点。接下来我们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APP。最近呢，我们比较多去讲到它的波状看涨，因为它的飘带是走为紫色，170离得比较近，整体是向上的，它就类似于一个中期、短期和长期都是相对密集的一个筹码阶段，并且底下都是支撑，价格在此之上运行，所以我们最近说波段看涨的一个概率会更大一点。像这一天呢产生的一个副线是一个红灯，那么要做相对的减仓行为。但昨天的盘前解析，阿哲有讲到 APP 呢，这里哪怕有红灯，因为整体趋势比较强，所以短线的一个红灯无法去改变波段看涨的一个结果或事实，所以策略还是回调找支撑买进。昨天这一个10日线回踩飘带有所止跌，小级别上我们可以看到是不是回踩170，而回踩170没有跌破，出现尾盘的反包，那么这种动作在日线上我们是不是认为它是属于一种止跌的行为？那具体买还是不买？所以这个位置支撑有效，如果今天出现绿灯阳线，那是不是依旧保持看涨，没有太多问题？看到今天的预测低点是 360.93， 而高点压力是 369.18， 关注这两个价格。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AVGO 博通。博通呢最近有点加速了，它在前面也是回踩飘带，是吧？有所支撑，产生了红灯转绿灯，而后出现买点。这个买点以来一直都是绿灯啊，没有红灯，要么是无灯，要么是绿灯，但是它没有红灯，整体的走势还是强劲的。昨天有所反包，但是昨天呢没有出现这个绿灯 K 线，我们就继续往上看吧。股价今天的预测值299.21，高点的压力是306.665，关注这两个数值。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阿斯麦。阿斯麦呢出现了一个绿灯转红灯的走势，那么这种走势在170附近产生，我们认为有支撑，但是短线上呢要有所获利兑现，以及它这里是一个看跌的信号，因为价格走势如果出现的是红灯转绿灯，红灯转绿灯，那是作为看涨点，而如果绿灯转红灯就相对要小心，因为阿斯麦最近的走势是红绿灯交错运行，还是比较常出现的，每天都有红绿灯，这说明它整体的波动对于本身这个个股来讲是比较大的。那么昨天呢是无灯 K 线，所以如果你真的要想再去买进，那至少170要守住，然后再出现绿灯，我们再往上看飘带的压力。而这里因为是红灯的区间，所以对于阿斯麦目前大跌之后的反弹走到这里，我们可以先离场观望，等待再次的买点。我们看到今天的预测值，低点支撑是 718.475， 高点的压力是 726.995， 关注这两个数值。下一只股票是苹果。苹果我们在前期有说过，它走一个收敛状态，底下呢有飘带有支撑，上方呢有黄 K 有压力，所以它必然呢会在某一刻出现这种大阴或大阳。那你会发现它选择的是往下出现大阴线啊，出现之后呢连续2根大阴线，而后有上台童子，目前是破了飘带的支撑，但它只是破第一天。我们知道它往下选择的方向，但是整体的下跌力度目前还好，因为飘带还是紫色，所以波段还是向上。这里有可能会出现绝处逢生的一种可能，就是跌破第一天之后，它不代表就有效跌破，往往我们需要再一次确认，比如说跌破飘带的第2天那一根 K 线。那根 K 线的高点如果能被突破，这说明这个跌破大概率并不是有效，它容易是一个破底翻的行为。那么那一个位置反而作为趋势来讲是一种买点。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之前有没有比较标准的这种点位，就是曾经呢出现这种比较大幅的洗盘。那比如说我们举一个曾经苹果的
例子。曾经呢，在这些位置它也出现了这种下跌，是不是下跌的时候出现了跌破的第一天，出现跌破的第二天，而后在第二天2根 K 线里面找一个偏低的点啊，第二天的位置就出现了一个支撑，而支撑位后高点的地方是不是出现了一个突破？所以这一波下跌很强势，但其实它的飘带并没有被有效跌破。那没有被有效跌破，那么这2根 K 线里面找偏低的作为支撑，而后往上寻找一个再次的做多点。而它这个地方其实跟 APP 有点像啊，就是它的飘带和它的170比较靠近，这是比较好的。而目前的苹果有一点不太好的，就是飘带在上面，就是飘带在下面，而170在上面，所以当前的苹果整体走势趋势还不算强。这里哪怕有绝处逢生吧，我们也只能先看个反弹，因为170在上，它的整体趋势还未走好。我们再看到下一只标的是 Meta。Meta 这一个财报后的大涨，其实很难从技术面上去看，这是不得不去承认的。因为在这个上涨之前，你用技术面来看，只能看到一个下跌的空方信号，因为飘带是走空了。前期这里实际上走出了一个绿灯，我们抓了一次反弹，但是后面出现走势应该告诉我们的是离场，特别是有出现了红灯多次产生，是吧？红灯之后依旧下跌，所以这种买点，这种博弈只能单纯去博这一个财报。从技术面上来看，是不具备财报前的买点的，这是我们所说的一个没有办法的局限性。那么像今天的点位基本上就不用给了，像这种盘后已经上涨10%以上，那基本上这个绿灯板上钉钉。你要看的就是今天这种上涨，后续这个飘带的转射之后呢，它要在后面形成支撑。所以更多的我们要关注财报后表现，以及财报当天究竟是否能维持阳线，还是说会产生高开低走，类似于谷歌上一次的表现。那么下一只个股，我们看到 MSTR 是不是下跌的时候，它也是跌破飘带，比苹果呢还跌久了一些。它的前面2根 K 线已经是跌破，所以这里呢已经构成飘带的有效跌破。那有效跌破趋势将会转弱，大概率将会由紫转为黄色。那么2根 K 线里面偏高的位置或者说我们可以把2根 K 线的区间画一下，就这个区间因为是有效跌破，所以它将是一个压力。这里 MSTR 一旦上涨，将会首当其冲面临这个压力，只有突破压力，我们才认为它这里不是反弹，才有机会产生再次的绝处逢生时。我们看一下红灯之后它如何能够产生绿灯，目前为止是还没有绿灯，跟 Coin 一样保持着蓝色 K 线，没有止跌 K 线的产生。我们看到今天的预测值，低点支撑是393.815，而高点的压力是405.615，关注这2个数值。下一只股票我们看到谷歌的话呢，当前还无法去很明确的看涨，因为它依旧最近这一周还保持在前面这个财报发布之后高开低走的阴线上，这里的筹码呢还不是很被消化，所以我们更多的还是希望它能够有一根阳线能够去收复左边阴线的高点，或者说它的相对实体开盘区间能够收复得到，那么就构成角色阴线我们的看涨。那么目前我们依旧还是要看一个震荡，如果它跌破决策阴的收盘价，那么这里呢它就容易构成调整的延续。而因为波段走势依旧还是紫色的，并且它一直在发散，所以目前来讲波段还是看涨，只是这里不太出现中买入点了，这里的买点更多要去找到减仓的信号，而不是找买入的信号。而我们该看到红绿灯方面，前期也是回踩飘带，是吧？在飘带以及170的支撑，这2者要是共振叠加，往往容易产生启动之后的这种波段行情，还是比较好用的。目前的 APP 其实就是这种现象，前期这里的谷歌出现了红灯转绿灯，而后一路上涨，那么基本上没有红灯没有一次调整出现红灯，所以当前还是看一下短线红灯的出现，低点支撑196.5，高点压力是199.42，如果真能调到飘带附近，可以再找波段的买进点。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亚马逊呢，它出现了一个绿灯转为红灯，绿灯转红灯，那么它就属于短线的空方信号，说明短线容易调整。而调整过程当中呢，离飘带又比较近，所以短线看调整，而波段依旧看涨。那么原理是一样的，依旧选择在波段附近找到止跌信号。目前还在红灯，等待绿灯的产生。而高点的压力是230.995，低点的支撑是228.485，关注这2个数值。
如果在连续的阴线调整之后，靠近我们的紫色带能够产生一个绿灯 K 线的上涨，那么这里其实也构成一个波段上的看涨信号，只是它有可能 K 线的状态导致它的买点可能不太好。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 SMCI 出现了也是不是飘在附近的回踩，像最近的很多股票也出现这种回踩的迹象，而且大部分成功率还是蛮高的，像我们所说的 APP 像 SMCI、AMD 等等个股都出现回踩飘带后红灯转绿灯后的上涨，而这种上涨以来保持绿灯，那么就说明它整体的日线的短线风险还没有去反应。像这一天阳线是吧，黄灯之后消失了，它有可能会调整，但是它不是红灯，所以整体的走势目前保持绿灯，那么就保持看涨，只是它出现黄灯后的消失，你可以做一次减仓左侧的获利兑现，而再次转为绿灯，我们继续保持看涨，等待红灯出现则再次减仓。从前面买进之后，这里我们寻找减仓点、止盈点即可。而如果要去加仓买进，目前还没有特别强势的仿包出现。看到昨天的这个点位，低点的支撑是 59.865， 而高点的压力是 63.125， 关注这两个数值。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台积电。台积电呢，之前是看调整，因为它出现了绿灯转红灯，但在昨天是出现了一个略微的反包，而后在飘带上出现了再次的绿灯，前期也是回踩，是吧？回踩飘带出现绿灯，像回踩飘带出现绿灯比没有踩飘带出现绿灯会好一点，所以像这里回踩出现绿灯和这里回踩出现绿灯都还不错。而目前回调没碰飘带，而后出现绿灯，这里呢就相对次之，但是也能够去看涨，我们依旧能够看涨，最好不要立马出现红灯，保持无灯和保持绿灯即可继续的看涨。看到低点支撑是 242.065， 高点的压力是 245.415， 关注这两个数值。以上就是7月31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